自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已过2年，乌克兰和俄罗斯仍在坚持，战争也没有短期内结束的意思。在这场战争中，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，而是车臣。他们自战争开始就直接表示，只要普京需要，车臣就会全力冲锋陷阵。所以在外界看来，强悍的车臣武装似乎是普京的最后一张底牌。那么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有这样看法的人，是因为对一向低调神秘的另一支武装部队不熟悉。这支部队就是哥萨克人。为何这样说？1994年，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，彼时苏联刚刚解体，由叶利钦主政俄罗斯。叶利钦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不管不问，任其自生自灭。美国抓住机会，大力扶持位于俄罗斯南大门的车臣。车臣的总面积只有不到1.7万平方公里，可是位置特殊。美国扶持车臣，无异于在俄罗斯门口插了一颗钉子。眼看车臣越来越大，叶利钦坐不住了，开始找美国和车臣谈判，结果不欢而散。随后，车臣武装竟然发起了对俄罗斯的袭击，并宣布要独立。刚刚解体不久的俄罗斯，要实力没实力，要人心没人心，很快被车臣武装打得惨败。迫于各种压力，叶利钦只能签订停火协议，放任车臣保持独立。普京上台后，第一个选择就是解决车臣问题。他迅速调集全国部队，组建精锐力量，发动了对车臣的进攻。一开始，普京自信满满，以为很快就可以收复车臣。可是普京失算了，他低估了车臣的战斗能力。当普京的精锐部队大举进攻时，车臣武装便化整为零，和普京的大规模部队展开游击作战，还经常混入人民中间，导致很多时候普京根本找不到车臣武装部队，而车臣武装却随时能发起对俄罗斯部队的突然袭击。俄罗斯的部队损失惨重，收复进度缓慢，这样的局面让普京非常恼火。关键时刻，他想起了哥萨克人。哥萨克人正是对付狡猾的车臣武装的一把利剑。早在15世纪，第聂伯河流域生活着一个民族，这就是哥萨克人。这些哥萨克人长期遭受大国奴役，为了生存，他们跑到了第聂伯河流域定居的。他们在这里繁衍下一代，人口逐渐增多，后来还组织起了自己的武装力量，保卫本民族的安全。有人把哥萨克人比作《水浒传》里的梁山好汉，他们的发展壮大历程和梁山好汉的经历差不多。随着哥萨克人实力的壮大，沙俄感受到了威胁，唯恐哪一天哥萨克人挑战沙俄的权威，因此曾派兵前去剿灭哥萨克人。可是哥萨克人不仅实力强大，而且英勇善战，为了保卫自己族人的安全，个个浴血奋战，沙俄军队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。虽然沙俄围剿过哥萨克人，但哥萨克人并不怨恨沙俄，反而后来还给沙俄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1610年，波兰和立陶宛向沙俄发起进攻，竟然很快就攻占了莫斯科，一时间沙俄几乎陷入亡国的境地。关键时刻，骁勇善战的哥萨克人竟然主动替沙俄找回面子，派出精兵和沙俄军队向波兰、立陶宛发起进攻。哥萨克人的战斗力真不是吹的，很快就把占领莫斯科的侵略军打败了，解放了莫斯科，沙皇也成功被解救。哥萨克人不仅不计前嫌，而且还倾力帮助沙皇，这让沙皇对之前围剿哥萨克人的行动非常愧疚。为了表达自己的愧疚之意，沙皇不仅给哥萨克人划拨大量土地让他们耕种，所种的农作物不需要交税，而且还承诺回收，让哥萨克人有收入。同时，沙皇还给哥萨克人的爱国行为证明，让他们加入沙俄。对于一些哥萨克的青壮年，沙俄还让他们以雇佣兵的身份加入沙俄军队，给予高额报酬。从那之后，原本刀掐相向的敌人变成了唇齿相依的合作伙伴。但是在此后的时间里，俄罗斯和哥萨克人却发生了几次冲突。从1654年开始，沙俄不断发动侵略战争，时间长达13年时间。由于战争消耗，沙皇开始不断强化对国内老百姓的剥削，不仅增加赋税，而且还强制征兵，让他们投入战场。那些年，沙俄因为频繁战争，国内出现了大量孤儿，而哥萨克人也没能置身事外，他们也受到了沙俄的专制统治，不少人被强行征进部队。迫于无奈，很多哥萨克人开始反对沙俄统治。哥萨克人成立了一个类似于梁山好汉的组织——拉辛团伙，很多走投无路的人聚集在此。这些人为了谋生，不断打劫过往商队，让沙皇愤怒不已。沙皇派出军队剿灭，却根本不是拉辛团伙的对手。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派出的军队首领同样非常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，经常私下里给拉辛通风报信，而且还经常给拉辛团伙提供情报，让他们及时逃避。所以拉辛团伙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大。每次他们的打劫都能顺利完成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很多沙皇派出的军队士兵也都加入了拉辛团伙。
随着势力的壮大，拉辛团伙不满足于打家劫舍，他们开始向俄罗斯进攻，占领了很多城市。拉辛团伙逐渐有了和沙皇政府分庭抗礼的实力。但拉辛团伙头目是个目光短浅的人，在取得了一个个胜利后，他逐渐放松警惕，沉迷于享乐之中，手底下的骨干也一一效仿。1671年，拉辛团伙内部开始出现矛盾，有些人组建了新的团伙，这些新的团伙甚至发动暴乱，把拉辛兄弟抓捕了，交给沙皇政府。最后，拉辛兄弟都被沙皇政府处以极刑，结局无比凄惨。处理了拉辛兄弟，沙皇进而迁怒于反对自己的哥萨克人，把矛头对准了其他无辜的哥萨克人，导致哥萨克人人口骤减，险些遭到种族灭绝。哥萨克人和俄罗斯的斗争持续了100多年，在此期间，坚强的哥萨克人不断进行反抗，直到1835年，俄罗斯才最终和哥萨克人和解。哥萨克人还加入俄罗斯国籍，结束了几百年来自由人的身份。但是沙俄并没有放松对哥萨克人的警惕，着力削弱哥萨克人的军事能力。沙俄把哥萨克人分散开来，分到俄罗斯各个城市。哥萨克人虽然被分散了，但他们骁勇善战的能力并没有削弱，在各个城市的主要保卫岗位上，依然是哥萨克人挑大梁，甚至很多边境线的重要关口都是哥萨克人在驻扎。到了20世纪初，俄国再次进入混乱阶段。1917年，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，列宁建立了苏维埃政权。新的政权中，大多数人都同意继续对哥萨克人实施高压政策，甚至不少人主张遣散哥萨克人。就这样，将近30万人被发配到北方荒芜地带，任由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。哥萨克人在北方荒芜地带重新建房，开垦荒地，繁衍生息。那里的环境极为恶劣，但哥萨克人并没有任何怨言，他们凭着顽强的毅力再次强大起来。恶劣的环境不仅没有摧残哥萨克人的意志，反而进一步锤炼了他们的生存能力和战斗能力。在寒冷的北方，哥萨克人还学会了很多新的谋生技能，比如同冰原狼、北极熊斗智斗勇。他们的再次强大更让政府紧张不安。但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，哥萨克人再次展现出了家国情怀，积极帮助苏联抵御纳粹。经过一次次考验，俄罗斯人终于认识到了哥萨克人的重要性，也确认了他们是爱国的。因此，在1992年7月16号，俄罗斯通过决议恢复了哥萨克人的名誉。普京上台后，更加重视哥萨克人的权益，还成立专门机构来为哥萨克人服务。2012年，普京更是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，对哥萨克人给予了高度认可，充分肯定他们为俄罗斯做出的贡献。同时，普京还对历史上对哥萨克人的不公对待进行批判，号召支持哥萨克人复兴。这就是英雄的哥萨克人，他们顽强、勇敢、爱国，一次次受到打击，却从未改变过对俄罗斯的热爱。所以说，除了车臣，骁勇善战的哥萨克人才是普京最后的底牌。